我的号突然多了几条陌生人的评论，10几美颜都遮不住你的丑。大妈，我要是长成你这样，我得找块豆腐撞死，别留在世上祸害别人好吗？我的账号只有几个朋友关注，评论的人叫向北的南南，我还以为我遇到了网络喷子。我点进他的账号，看到了他1个小时前发的照片，做了粉色延长假美甲的手捏着一个男人的耳朵，男人耳朵后面的纹身和我老公的一模一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谢北辰的聊天记录就在1个小时前，他给我报备他今晚要加班，但向北的南南1小时前的定位在游乐园的摩天轮上。北辰，我在你们律所下面的水果店给你订了水果拼盘，你加班辛苦了。我内心带着怀疑给谢北辰发消息，15分钟后，谢北辰发来了水果拼盘的照片，照片里是我熟悉的办公室。谢谢老婆，我又能量满满了，你早点休息，不要等我回家，我舍不得你熬夜等我。谢北辰发的语音，低沉的声音里满是温柔，和以往一样，没有异样的地方。我揪起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。向北的南南视频里的男人应该不是谢北辰，纹身的图案也有重复的。再说谢北辰因为母亲去世的缘故，讨厌游乐园，他不会去。好，老公，我爱你。我觉得我误会了谢北辰，内心过意不去，就发了一个撒娇的语音，对他表达爱意。我们从校园到婚纱，数十年的感情，我不该不信任他。我打开号，拉黑了网络喷子向北的南南。这个时候，我的助理也发来了明天工作要采访的名单。我像往常一样随意地扫了一眼，但在我要关文档的时候，我的视线突然在表格里的某处顿住。明天海城影视学院里有个报名参加采访的人，昵称就叫向北的南南。谢北辰是第2天带着黑眼圈回来的，他给我做好了早餐等我起床。老婆，今天又去哪儿采访？我刚出卧室，谢北辰就圈住我，把我揽进了怀里，他的头埋在我的颈窝处，语气眷恋地问：海城影视学院？女人有时候很相信自己的第6感。向北的南南这个昵称第2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的时候，我内心就有点介意了。老公，你在海城影视学院里有认识的人吗？我装作很随意地问着。我们俩都在京市上大学，我怎么可能认识海城影视学院的人？谢北辰回答得很自然，没有一丝的不正常。你们律所离学院近，我还以为有里面的人找你们做业务呢。有业务都是手下的人在接触。老婆想让我去认识一点人吗？如果是老婆的旨意的话，我立马就去给里面的教授们递名片。谢北辰很会哄我开心，我转过身回抱住了他，在他脸上满是温柔的笑意的时候，我伸出右手摸了他右耳后的纹身。早知道我们当年就不把这个图案给纹身店用了，明明是我名字字母组成的图案，还出现在了别人的身上。我有点膈应，我有些生气地说：怎么了？谢北辰不明所以地问。我在一个女孩子的视频里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耳后也纹了这个图案。我本来是吐槽，但抱着我的谢北辰身体突然僵了一下，我的内心顿时被恐慌占据，我甚至感觉我有点呼吸不过来了。我太了解谢北辰了，他的性格不会因为别人的事而触动，除非和他有关。我看看视频呢，可能只是像而已。谢北辰和我对视，他眼神深邃，看不出异样。找不到了，我在网上刷到的，刷新就没了。我耸了耸肩，
一副没有太在意的模样。谢北辰不怎么上网，他听不出我的谎言，他再次抱住了我。下次我找我的设计师朋友给我们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图案，我们去申请专利。谢北辰想逗我开心，我也开心地点了点头。但在收拾好东西出门后，我的笑容全部不见，脸色也变得惨白。谢北辰真的有问题。我在传媒公司做导演，今天是我们视频账号的特辑，采访海事大学生的校园生活。每次采访的前，我们都会提前在学校校园墙发布采访的报名表。今天在海城影视学院的采访都很顺利，直到最后一个人的到来。大家好，我叫楠楠，是音乐学院大2的学生。我的连衣裙是香家的，3万4，包包也是香家的，11万，鞋子比较便宜，是一个小众品牌，600多一双。对了，这个发夹5000多吧。楠楠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俏皮地吐了吐舌头。负责采访的妹妹有些尴尬地看向我。楠楠说的都不是我们采访的内容。负责采访的妹妹想开口提问，但楠楠并没有给她机会。这些都是我的男朋友给我买的。我男朋友说，奢侈品在美丽的人身上才更能体现它的价值。程导，你说呢？楠楠直勾勾地看向我。我看我们的包包都是一样的，但他背在程导的身上就像是假货一样。程导，这个牌子的包包不适合你，不适合你的东西，你最好早点放手，免得最后人财两空。我面带着微笑看着楠楠的倨傲和得意。年轻就是好啊，愚蠢又无畏。我也觉得这个不怎么适合我，回家我就让我老公给我买铂金包。谢谢你的意见，妹妹。我笑眯眯地看着她。她气得跺脚。老女人，花男人的钱算什么？楠楠就算生气，娇俏的脸蛋也是可爱青春。妹妹，我花我老公的钱，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？我反问楠楠。那是我男朋友的。楠楠本来想说这句话的，但在脱口而出前，她眼神挣扎了一下，随后冷哼一声，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去。她离去后，负责采访的妹妹在给朋友发消息，疯狂吐槽，说遇到了一个神经病。我死死地捏着手机的右手，在无人注意到的地方慢慢放松了下来，面上却依旧带着微笑，让人看不清楚喜怒。当天晚上，谢北辰又接了一个电话，要出去加班。他要出门的时候，发现我拿着他的平板登了我的号，在和闺蜜视频。怎么了？我看谢北辰站在我面前没说话，就问他。没什么，老婆，我会尽量赶回来。谢北辰伸手轻轻揉了揉我的脑袋。我点头后继续和闺蜜聊天。余光注意到谢北辰在玄关处望着我，我直接站起身，抱着平板进了卧室。半小时后，谢北辰给我发了一张第一视角在律所工作的照片。我打开了平板的定位，发现他在律所附近的5星酒店里。被我拉出黑名单的向北的楠楠也更新了一条视频，是酒店落地窗外的夜景，霓虹璀璨的城市。在视频的结尾处还有一条被撕坏的裙子。看到这里，我恶心的反胃。北辰，我胃病犯了，家里没药了，我想喝珍宝阁的小米粥。我直接一个电话给顾北辰打了过去，他接得很快，本来就低沉的声音更沉重了，似乎在压抑着什么。等我马上回来。他毫不犹豫地应答。仅20分钟的时间，他就回了家。对不起，依依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。顾北辰蹲在床边，一脸自责地看着我。顾北辰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。上学时候，我被暴露狂跟踪，10几岁的瘦削的少年，穿着宽大的校服，眼里带着狠劲
和那个200斤的跟踪狂拼命。那时候满脸青肿、一身伤痕的他抱着我流着眼泪，对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依依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。”他深爱着我，所以明明是他救了我，却还自责自己没有照顾好我。可现在呢？明明说着和以前一样话的人，怎么会出轨呢？顾北辰，我伸出右手抚摸着他的脸颊，眼里带着悲伤。怎么了？顾北辰握住了我的手，顺势贪恋的在我的手上蹭了蹭。没什么，我有点累了，想睡觉了。我眼里出现过一瞬间的挣扎，想质问他关于楠的事，但我看到他西装领带上缠绕着的金色的头发的时候，又觉得一切质问似乎都没了意义。你吃了药再休息。顾北辰温柔地哄着我吃药，我让医生给你开了点安眠药，能让你睡一个好觉。顾北辰解释比平时多出的药，他说得很自然。我看了他一眼后，毫不犹豫地吞下了全部的药。我等你睡着后再去加班。顾北辰耐心地在我身边守着我。我看到他放在床头柜上面的手机一直在闪亮，好像一直有消息在跳出。我斜睨了一眼手机在的方向后，裹紧被子背对着顾北辰。晚安。我对着顾北辰说。顾北辰坐在床边，拿着他的平板在处理消息。10分钟后，他轻声叫了我几声，发现我没动静后，他小心翼翼地给我盖好了被子，然后轻手轻脚地出了门。关门的声音一响，我就睁开了眼。我吐出了藏在口中已经化了的安眠药，拿出了藏在枕头下的手机，上面是闺蜜发的几10条信息。那个叫楠的女孩此刻就在小区地下停车场的车里。我漱了口后，拿起谢北辰因为着急离开没有带走的平板，上面有他和他兄弟聊天记录。真包格的包子，谢了，兄弟，你直接和程卫一摊牌吧。每次看到你被程卫一当作保姆一样使唤，兄弟真的看不过去。你条件这么好，去哪儿不是女的倒贴你？你又不喜欢程卫一，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就算他当初救了你，他的家庭资助了你，但你这么多年已经为他做得够多了。你听兄弟一句劝，和他离婚，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吧。谢北辰的合伙人也是他的兄弟，他劝谢北辰，我已经习惯玉一在我身边了，我不会和他离婚。谢北辰回了他兄弟，随便你了。短暂的聊天戛然而止，但内容却一句比一句更惊人。我失神地抱着平板，突然想起了我和谢北辰的第一次见面，他正跳河自杀。我当时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丢了书包就一头扎进冬天冰冷的河水里。我被他慌乱扑腾溅起的水模糊了视线，呛了好多水，但我依旧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。他被救回来后，红着眼眶问我为什么救他。我当时还不清楚年少莫名的在意叫做喜欢。我说，我妈妈希望你未来能成为一个快乐的大人。我的母亲是谢北辰当年的高中班主任，我也是从母亲的口中了解到的谢北辰。酗酒的爸，被家暴的妈，从小过得悲惨的他。那时候他还很沉默，不爱说话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忧郁，眼神里带着冷漠和阴翳，没人敢靠近他。我刚开始悄悄观察他是因为好奇，我看到他被一群混混围住，眼神倔强，满脸是血的和他们抢包里仅剩的5块钱。看到他在晚自习后在学校后门的枫叶街，背影被灯光拉得很长，转悠2小时都不回家。看到他在寒冷的冬季坐在光秃秃的梧桐树下，一边粗鲁地啃着最便宜的面包，一边小心翼翼地喂着藏在他单薄的外套里的小猫。
我观察了他一整个春夏秋冬，我发现他坚韧又脆弱，冷漠又敏感，但支撑他信念的最后一抹坚韧，终于还是第2年的春天断了。他的父亲失手杀了他的母亲，他亲眼见证了他母亲的死亡，他却无能为力。他抑郁了，在抑郁后的第2个月，他从他母亲的坟前离开，来到了他徘徊了无数次没有翻越过的大桥。他跳下去的时候，脸上带着对死亡的无畏。后来的日子里，谢北辰不止一次地对我说，我是他这辈子的救赎。我真的当真了，但现在那个数十年满眼都是我的人，说我是他救赎的人，却说从未爱过我。我陷入深深的回忆中，试图从过去的点滴中找出蛛丝马迹来否定谢北辰的话，但我还是一直都不够聪明。我发现我看不清谢北辰了，眼睛里的泪水和嘴角的自嘲，似都在诉说着我的愚蠢。这个时候，我闺蜜给我发来了一个视频，谢北辰到了停车场，穿着单薄裙子的楠楠打开车门冲进了他的怀里。谢北辰有些谨慎地看了看四周后，才回抱住楠楠，两人上了车。大概20分钟后，我也来到了停车场。我打开藏在衣服里的小摄像机录像，用备用车钥匙打开车。开车门的时候，我看见了抱在一起的谢北辰和楠楠。谢北辰的脸上满是慌乱，楠楠先是下意识地躲闪，但在看到来人是我后，他露出了精致的脸和紧致的身材，眼神挑衅地看向我。谢北辰，这就是你的加班？我猜想我应该歇斯底里的，但当我直面真相，看到自己的深爱数十年的人和别人赤裸地相拥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平静。御医，我可以解释。谢北辰下意识地把楠楠护在了身后。北辰哥哥，你不用解释，你根本就不爱他，是他不要脸的道德绑架你，说离不开你，觉得内疚的该是缠着你的他才对。楠楠大声地说道，一副很维护的谢北辰的模样。你闭嘴！谢北辰有些恼怒地低吼了楠楠一声，楠楠委屈地揽住了谢北辰的腰。谢北辰在我的注视下没有拒绝，在我的视线扫过他腰间的手的时候，他只是身体微僵了一下。依依，你别听他胡说。谢北辰皱眉，他嘴上安慰着我，身体却在安慰着另一个女人。离婚吧，谢北辰。我看着至始至终都以保护姿势挡着楠楠的谢北辰，想到他和他兄弟的聊天记录，我决定主动放弃这段婚姻关系。御医，我不离婚，你先回家，我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谢北辰听到我提离婚，顿时慌乱了起来，这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，没什么需要解释的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关闭了车门。在下楼的那段时间里，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。现在我眼里带着隐忍情绪的红血丝，流泪的地方变成了我的心脏。我回家1小时后，谢北辰才回家。他先把楠楠送回了酒店。我知道他回家，是家门口的摄像头做出了提示。依依，你去哪儿了？谢北辰疯狂给我发消息。我坐在机场，看着深夜里来回奔波的人，看着一对脚步蹒跚的却相互搀扶着行走的老夫妇，看到和男朋友赌气嘟着嘴巴满脸娇俏的少女，看着年轻母亲怀中牙牙学语的婴儿，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。我没有回复谢北辰的消息。楠楠之前在我们事务所附近被一个老男人尾随，是我救了他，和他接触，是他让我想起了你。依依，8年前，你看向我的眼神也满是崇拜和无畏。我和他接触，也是因为你，我一直爱的都是你。依依，依依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已经和他分开了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都行。
不要不理我好不好？谢北辰的消息还在一直跳出来，我在手机上回着闺蜜的消息，回着工作消息。这几天刚好我们要去四川出差，本来是明天下午才去，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就改了机票。处理好工作的事情后，我开始联系律师拟离婚协议。谢北辰的消息一直在不停地跳出来，他还在诉说着他的真心。我觉得烦躁，心里有一股怒气无处发泄。在拧了3次矿泉水瓶盖没拧开后，我终于打开了和谢北辰的聊天框。我看到你和你兄弟的聊天记录了。我的消息一发，我看到显示对方一直在输入中，但最后没有任何消息发过来。世界终于清静了，我放下手机，矿泉水也轻松地拧开了。在四川的工作3天就结束了，我不知道谢北辰从哪儿得到了我的行程。我在雅安避风峡看熊猫的时候，天空中一直飘着绵绵细雨。谢北辰打着伞站在我的身后，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头。依依，去年你一直想我陪你出去旅游，现在我来了。谢北辰确实很帅，他穿着白衬衫西装裤，就那么随意地站在，路过的人的视线都很多在他的身上停留。你在装什么？我冷下了脸。去年我因为工作压力大，乳腺增生，做了一场小手术。住院的那几天，我看到了很多癌症病人，再次感受到了生命的沉重和可贵。那时候，我给谢北辰发消息，想他腾出一些时间和我一起出去旅游。当时他说没空，但去年他说没空的那段时间，他正和新认识的男在接触。其实这些也不重要，我看着眼前的谢北辰嘲讽地想，毕竟他说他不爱我，不爱能解释他的一切行为。依依，聊天记录里的话不算数，我怎么会不爱你呢？谢北辰被我眼里的冷漠刺得脸色苍白。那行，你说话不算数，那让我这个说话算数的人来说吧。谢北辰靠近我，我就后退。反复多次后，他还是站在离我1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谢北辰，我不爱你了，你的背叛让我恶心，我们俩之间只有一个选项，离婚。我眼神坚定地说着，我不同意。谢北辰拒绝。这个时候，和我同行的助理小妹妹叫我，谢大律师，如果你不想你出轨的事人尽皆知，就不要继续在这里纠缠我。我看了一眼慢慢靠近的助理后，再看向谢北辰。谢北辰神色低落，我不会离开的。他离开的时候还在坚持说，我只当他在说笑话。男的号最近一直在更新，他晒男友给他买的爱马仕，晒江边大平层里的生日宴，她长得美丽，又在炫耀财富，再加上我们视频的采访出来，他竟然在短短1周就收获了2万粉丝。谢北辰每天的问候依旧不变，但他一直不松口离婚，我有点烦了。在又一次看到男晒的他和谢北辰相拥的影子后，我拿出我录下的出轨证据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离婚。不爱并不是出轨的理由，出轨后不直面自己的错误，没有男人的担当，以报恩为由欺骗一个女人10年，自私又恶心。程卫一，我爱你，可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谢北辰收到法院传票的当天，就到了公司里堵我，离婚就离婚，你不要后悔。谢北辰怒气冲冲地来，怒气冲冲地离开。我以为这就是我和他的结局，但在分配财产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还是对谢北辰太陌生了。他的律师事务所1年分红几百万，但在他名下不仅没有钱，还有房子抵押贷款的1000万。他分走了我存的40万，我分到了他的300万贷款，卖了房子还了一部分债后，我还负债50万。依依，
你不离婚，你还是能过以前衣食无忧的生活。谢北辰意味深长说着，他的眼里带着势在必得。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。不用了，这种福分留给你的爱人。谢北辰，你和小三渣男贱女直接锁死，再骚扰御医，我让你在母校也扬名。闺蜜陪我来开庭的，她听到了所有内容。谢北辰的无耻让她愤怒，如果不是我拦着她，她都要对谢北辰动手了。这不关你的事。谢北辰皱眉看向我闺蜜。这时候，谢北辰停在停车场的车窗被摇下，楠楠戴着墨镜叫谢北辰：“我等着你回来找我。”谢北辰离开前很自信地说。闺蜜直接骂起了脏话，我拦住了她：“不重要了，御医，你怎么能这么轻易放过这个渣男？”闺蜜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“他心疼我，所以不愿意见我受委屈。未来的事说不定。”谢北辰的父亲快出狱了，谢北辰的好日子没几天了。我看着离去的宝马车，谢北辰的抑郁症3年前才好。他的父亲杀了他的母亲，但因为有婚姻关系的保护，再加上他咬定自己是过失，所以他并没有被判死刑。按照时间来算，他下个星期就会出狱了。之前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在担心谢北辰会不会受他父亲出狱影响，为此我还多次去咨询他之前的心理医生。现在看来，我的关心都是笑话。他以后好与不好都与我无关了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重新注册了一个号，方便查看公司的短视频。我没再关注谢北辰和楠楠的消息，我专注在工作后，发现自己还有很多能提升的地方。我像海绵一样疯狂地汲取各种知识。2个月后的某天，小助理突然找我聊八卦：“御医姐，你还记得之前我们海城影视学院采访过的那个楠楠吗？就是那个炫耀自己男朋友有钱的楠楠。”小助理一边帮助我回忆起他说的名字，一边打开了视频。她成为了一个小网红。当然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她被她男朋友的疯子爸爸捅了。当时她正在游乐园直播，她男朋友的爸爸突然冲出来骂她不要脸，还说她花的钱都是他的，场面非常混乱。那个楠楠的直播间很快就被封了，但是很多网友录下了楠楠被刀捅的鲜血直流的画面。小助理说的时候，语气有些唏嘘：“咦，居然还有瓜。”小助理说的时候，他在的吃瓜群里又爆料了：“我去，那个楠楠竟然是小三。”据知情人爆料说，楠楠拆散了人家的婚姻，还有人扒出楠楠在原配账号评论区挑衅的评论：“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姐，这是你之前的账号。”小助理本来激动地吃着瓜，吃着，发现其中一个瓜主就在他的身边，他十分尴尬地道歉：“我不在意地摆了摆手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都不重要了，姐。”小助理眼神同情地偷瞄我，我无奈地笑了笑。当天晚上，谢北辰就联系我了，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搞到我的电话：“御医，我想你，御医。回来好不好？”谢北辰声音颤抖，我一听他的声音，我就知道他抑郁症又犯了。只有我知道他怕血，怕他的父亲。他只要看到他的父亲、他母亲被杀死的画面，就会无限次的在他脑海中上演。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经常失眠、自残。他说疼痛和鲜血能让他兴奋。我为了帮助他走出来，几乎对他寸步不离。现在想来，我们真正相爱的时间好像也就前几年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我一直在看他的背影。你该找你的楠楠。我语气冷漠。离婚至今，我都彻夜难眠，每个夜晚，我都会不自觉地回想起我和谢北辰的过往。
想从里面找出他爱过我的证明。那并不是对他的念念不忘，而是对10年前充满爱意的少女一个交代。他曾满心欢喜地以为他会是他此生的全部，但如今看来，最后的结果也不过如此。我不能没有你，唯一。谢北辰似乎又从叱咤律师界的高冷男人变成了一直脆弱的小兽。你知道我害怕他，依依，回来好不好？谢北辰还在祈求，绝无可能，别再联系我。谢北辰，你让我恶心。我直接挂了电话。后面谢北辰又打了几个电话过来，我直接拉黑了他。谢北辰的父亲刺伤楠楠后，一直没被警察抓住。楠楠躺在医院里，面色憔悴，但每天依旧坚持直播。他怕在看不到的地方，谢北辰的疯子爸爸会杀了他。陈哥，我饿了。直播间里，楠楠脸色苍白地叫谢北辰。谢北辰一直低头坐在床边，身上衣服的皱褶能看出他已经很久没换洗过了。谢北辰没有理楠楠，楠楠又叫了几声：“陈哥，我饿了。”他以为谢北辰没有听到，他伸手去拉谢北辰的袖子，谢北辰被他触碰，突然尖叫了一声。他环顾病房四周，似乎才醒过来：“依依呢？我的依依呢？”谢北辰神色很是慌乱，他捂住脑袋蹲在地上，一直喊着依依。陈哥，你怎么了？楠楠忍住疼痛，撑起身体看谢北辰。谢北辰突然眼睛猩红地站起来，抓住了楠楠的脖子。都是你，都怪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的依依根本不会离开我。谢北辰眼神发狠地掐住楠楠的脖子。我去！直播间弹幕全部疯狂起来，小助理也惊呼了一声。我在他边上闭目养神，被他吵醒，瞄了一眼直播间。姐，谢北辰怎么像疯子一样？小助理有些尴尬，但他此刻吃瓜的心到达了巅峰，所以还是鼓足了勇气问我：他之前重度抑郁过，可能复发了吧？我又闭上了眼睛，活该呢。那姐，你以前怎么和他相处的？小助理好奇地问我。我掀开衬衫的袖子，露出布满旧伤疤的手臂。他每次想自杀的时候，我都会阻止他，但我的力气没有他大，所以经常被他误伤。他这样的情况持续了6年，直到前几年才好。我给小助理解释，活该。小助理也骂了一句：负心汉真是活该。直播间里，谢北辰拿出小刀往自己手上划。我知道的。每次我受伤，依依就会出现。我知道的。他一边发狠地划自己，一边念叨着：谢北辰，你发什么疯？谢北辰手上的鲜血流在医院洁白的床单上，刺目的大片红色吓得楠楠尖叫起来，场面一度很混乱。直播间又被封了。在直播间被封的同时，谢北辰和楠楠在车上相拥的视频也被爆了出来。网上还有自称是知情人的网友爆料，谢北辰的前妻陪他6年，帮他战胜了抑郁症，后被他出轨抛弃。谢北辰和楠楠被全网骂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最糟糕的是，谢北辰的父亲又找到了他和楠楠。在他和楠楠一起出院的那天，谢北辰的父亲在大街上又捅了他们俩2刀。谢北辰因为名声变臭，抑郁症复发，他兄弟毫不犹豫地把他踢出了律师事务所。他之前转移的财产也被查了出来，因为有转移记录，法院再次判决。我又分到了600万，我拿出300万给自己买了一个小2居室。依依姐，下午要去出差，别忘了。小助理的消息从手机里跳出来。好，我一件一件整理好衣服，放进新买的行李箱，拉着行李箱离开小区的那一刻，有道阳光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我感觉心情前所未有的明媚，新生活开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